欢迎来到大家陈言论 YYP 的长车评视频。今天我们来讲一台非常贴近老百姓的家用轿车。我身边这台车叫做50星光，它的入门售价是9.38万。今天我们拍的这一台高配的版本呢，10.98万。这只是个预售价，按照我们中国品牌的常用套路呢，真实售价可能比预售价还会低一点点的。再加上我们整个市场的套路，就是一个车上市，即便初期没优惠，但是拼杀个1年半载之后，可能它都会有一点价格的松动。加上这台车又是新能源，又是绿牌，没有购置税，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这么理解在我身边这台车就是老百姓用10万块钱基本上能够拿下的一台车。我们今天就来看看50出手，它带给大家的10万元家轿能传递什么价值。在仔细看车之前，还是提醒一些新朋友，记得要关注我们这个号大家车 YP。我是最认真的做长车评视频的一个号如果你想用一条视频了解透一款车，作为你的买车参考的话，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点关注不迷路。谢谢大家。开拍这个视频之前呢，我还是看了一下网络上其他媒体头批试驾媒体他们的一些内容。我发现很多媒体喜欢用那句话来开头叫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多到都已经没有创意了。所以今天我不想拿这句话开头，但是我想大家换一个角度想，人民当然需要10万元家轿，人民需要很多东西，但50不可能什么都造。而作为50这个品牌，它自身发展来讲呢，其实50也有它自己的需要，就它的产品线必须要往上走，它不能永远都是生产一些很便宜廉价的车。其实50已经努力的在往上走了，从最早他们是造微面的，是吧？到后来他们造宝骏730这种比微面更好的家用的 MPV然后在电动车时代呢，他们是从50宏光 mini 起步，然后呢，他们又开始造像最近的这个宝骏的云朵，是吧？去到15万，打智能的产品都出来了。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台50星光呢，是他们的一个家用轿车系列的产品。这个车当然对于50自身来讲，也是要去探索一些高端市场。其实50在过去几年宝骏他们也都做了一些探索，但没有成功之前有几款造型很怪异的车，确实没有起量然后50里头也有一些像凯捷这种很功能性的产品，其实产品的功能都不错，但是从产品的调性来讲，就一直没有说把这个品牌拉高。那直到这一波我刚才提到的宝骏的云朵，它是通过智能化去拉高定位。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台50星光呢，我认为它是通过整体的风格想去拉高50品牌的定位。这个风格呢，来自于2点第一，就是这台车尺寸，这是一台很大的车它的定位价格是9到10万，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台车它的车长呢是4:83，轴距是2:8，这两个数据基本上放在3-5年前就是 B 级车的 B 级轿车的主流尺寸。4:83的车然后才卖10万块钱，那你确实会让人觉得哇，这个便宜买了个大包但是它也不是只有大这就是我说的第2点提升价值的，就整个车设计的风格呢是非常紧贴当下的新能源风格的。你看它这个前脸一条这个灯带这样过来，是吧？是不是像理想像小鹏的那种条形的灯带？然后它大灯也是分体式大灯放到了下面前面呢它其实有格栅，这里有洞洞，因为这个车是有发动机的，底下有洞洞，但是它这个格栅呢也尽量做得比较的跟车身融为一体，就没有那种传统油车那种很大一个鬼脸这样。所以整个车的车头一看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能源设计风格的车。然后来到侧面呢，这台车它的整体的造型呢，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跟传统的那些很平板很保守的家用轿车不一样。这个车是一个轿跑造型，它车身其实也挺高的，超过1.5米的高度但也因为它车身高，所以它车顶提起来以后呢，两边就往下掉所以前面你一看它比较低趴，然后后面最明显了，这一条线这个尾巴线直接这样斜过来，这是一个大溜背的设计，这个溜背幅度非常大。这种大溜背带来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降低风阻。这台车它的风阻系数很牛0.228，就不到0.23。当然也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溜背，还来自这个车其实它放到这个风洞里头做了很多细化的设计。其实我们肉眼都能看出来的，它有很多地方
有一些明显是为空气动力学在做的优化，包括这个门把手。它门把手呢不是那种很难用的要等它弹出来的隐藏式，它这个就是平面的隐藏式啊，拉的话其实是个传统门把手，有点像大众 ID 系列的那个设计。它这种其实也能够降低风阻。还有它的轮圈啊，这个轮圈是18寸的轮圈，18寸啊，用在一个10万出头一点点的家用轿车上，也算是挺高级的东西。造型比较运动，然后这个胎其实也值得一说的，玲珑的一个叫做 Grip Master 的胎啊，是一个既有静音又有一定的操控性的胎。我们一会动态的时候可以再讲。其实这个车细看下来啊，给我留下了很多很深的印象，就它在造型的设计元素上。确实不像是10万块钱那种只追求平庸实用的车。你看它这个侧面的腰线这里是有一个 S 的造型的啊，有阳光有反光的时候其实是很清晰能看得见。包括这个车前后轮拱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很鲜明的轮廓线，前后都有。然后来到后面这个灯啊，也是跟它的前灯一样，很有自己的一套嘛。这个设计别说在这个级别哈，我觉得就是放在所有的国产车里头，它这个灯都可以说是既简洁又有很强的识别性。可以说50一直是在设计上大胆探索的，想追求个性的，但是之前可能有些车有点玩脱了，就有点太大胆了，感觉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这台星光总体上结合它的低风阻的成果，结合它的很宽大的造型，再加上我说它希望营造出强烈的新能源车的这种氛围感，我觉得它的前后的设计都是挺优秀的啊。唯独在这个后面我找到一个小小的功能性的可以斟酌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是放在了牌照框的这个位置，放得比较低，这有可能导致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高一点的凸起物呢可能会撞到这，而你是浑然不知的，因为它只能往下看，它倒是能看到这个边缘哈，知道自己的位置，但上面有些凸起的东西你要注意一下。那说到实用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车厢，我们进去看一下。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车评都做得很长的，但今天这个车评呢，到这里大家可以瞄一眼这个进度条了，你会发现这个车评没有前阵子做的那几个车评那么长啊，并不是说哪家给钱多哪家给钱少，我们的车评全部都是不接受任何充值的，所有车评都是原创内容，跟充值毫无关系。但是今天这个车确实会短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车，我们坐进来，我都会跟大家讲，这里有个新功能，那里有个新功能啊，这个又有什么功能，这有什么功能。讲完前座还要讲中排，讲完中排还要讲后排，讲完后排还要讲车顶，要讲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但这台50星光呢，我开着2天里头呢，怎么开怎么踏实啊，因为这个车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的。最近新车我们进来，我们都会说这个车有什么。这台车我最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它没有什么，它有一个东西它没有，反倒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我们头往上看，你看这个车没有什么，它没有玻璃顶，甚至没有天窗。哇，这个整个车顶从前到后，要知道我们今天拍这台是顶配，是目前顶配10.98000预售价的这一台，但是都没有天窗。哇，好久没有感觉过这么踏实的车顶了。今天这上面其实还是阳光照下来，但是我现在完全在里面就是遮阴完全没有阳光的照射。这个在我们南方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很多南方朋友都说你不要给我玻璃顶了，你就哪怕把我的天窗都拿走，我就要一个传统车顶，行不行？其实很多车厂会告诉你不行，因为我们做不到不是说我们非得这么良心要给你一块更贵的玻璃，而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地台升高了以后，它的车顶的头部空间不够，做这种带有一层金属再加一层织物的这种车顶呢，它大概有这么高的一个厚度，如果我们拆过车的话，你就知道这大概有个可能不到2厘米这样的一个厚度，1点多厘米吧。但是你把它做成玻璃呢，它就只有那个玻璃的厚度，那个玻璃大概就是只有可能几毫米的厚度，所以用玻璃的话可以给头顶多腾出1厘米以上的头顶空间。那用这种没有天窗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腾出一些头顶空间。最占头顶空间的是做一个硬顶，再加上有天窗，有那种活动天窗，它可能就需要这么高的一个厚度了。那这台车呢，它选择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比较踏实的方案，就是我们不要玻璃顶了，我们就用这种不占头部空间的硬顶所以现在出来感觉就是
很踏实，头顶空间非常充足。我把座椅调到最低给大家看，这是最低的头顶空间你说特别大嘛，也不算，但是我觉得1.8米几的人的个头在这里也不会顶头的但是我还是发现了这车在没有天窗之余，它还是有东西的。你看它这个按钮这个部分还是留了3个空白的按键，这个按键你看这么大一块，显然一看就知道就是用来控制天窗的。这个车在开模的时候肯定是有考虑到要做天窗，只是在目前可能是性价比等等的原因在这个10.98万预售的版本上是没有做到天窗的。好了，看完顶上了，那我们再看回来整个驾驶区，基本上一目了然，非常的熟悉。中间是一个15寸的一个大屏，这个屏幕其实相当大然后前面呢也是一个不算小的一个仪表的屏幕，各种的信息穿过这个方向盘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得见。整个仪表台的造型呢就是方方正正水平铺开，上面这里是一些稍软一点的材质，但基本上一摸就知道也不是什么特别贵特别好的材质，一分钱一分货吧。然后这一层呢是一层木纹饰板，这个是一直沿到门边的，这个基本上奠定了这台车的那种家居氛围吧。其实讲真，看起来摸起来塑料感也挺重的。再往下就是硬塑料，浅色硬塑料，包括门板这里也是有很多的硬塑料。中控台呢是一个比较大面积的钢琴黑的面板，配上这个有点闪闪发亮，有点那种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又不是宝石就是那种金属一点点发亮质感，其实摸上去塑料感也很重的一个换挡的旋钮。它很多的按钮呢也都做了一点镀铬的处理，但其实摸起来塑料感也是比较重的。那再往后呢，手枕这里是软软的皮革，然后它的座椅呢这个面料我是比较喜欢的。之前我试50宾果的时候我说过，它那个座椅呢很热很不透风，但是来到这台星光上呢，明显这个座椅的用料是高出一个档次的。它上面也有打孔，它没有通风，但是它有打孔，所以坐上去整体的那种对身体的贴服感承托性包括皮质跟皮肤接触的感觉都不错这座椅本身的缝线虽然简简单单，在缝线的这种工艺感也都不错。那这些就是这台车关于材质的部分，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比较朴实，但也没有什么特别掉档次的地方。那下面来说说功能性先从这个中控部分说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它的空调出风口是机械式的，这个出风口呢，我发现一个小小问题就是它朝上和朝外侧它的调节的角度是比较有限的朝下跟朝关闭的这一侧它可以调很大的角度，包括左边这个出风口也有这个问题，就我想把它朝外一点调，基本上调到90度就不能再朝外了。其实机械出风口它应该做一个更大的调节的角度，但从使用角度完全没问题就是最传统的出风口。然后下面呢是一列常用的空调的按键，温度、风量、AC 键都在这里调。再往下呢是电子手刹Auto Hold还有一个电车和混动模式的切换按钮，这也是简单粗暴非常好用的。然后重点我要讲讲它这个换挡旋钮。换挡旋钮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感觉是高级的，往这个车厢里面一放，加上它这种里面有点像菊花这种闪闪反光的这种细节设计呢，确实在晚上你看起来车厢档次感提升不少。我也不反对用这个旋钮，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开过一段时间像捷豹路虎的车，它也是用旋钮换挡。但是50用的这个旋钮有一个在设定上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不设线的，它左右是可以无限滚动的，它不会说向右滚到低档之后就卡住不让你再滚，然后向左滚到 R 档之后卡住不让你再滚，它没有这个设定。它是你切入 R 档之后你还可以继续无限下的转动，当然你怎么转它也是 R 档，然后向右低档的时候呢，你一下是空档，在第2下是低档，第3下、第4下、第5下它也是低档。那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其实在前后倒车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卡位，你不能很清晰的知道我现在向左是倒档，向右是低档。本来有卡位的话，一卡过去，稍微用力一点，卡到头了，你很确定它是低档。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放在倒档，你要切低档的话呢，你可能很快的转一下，有时候你会只是转到了 N 档而没有转到低档，但是你是没有手感的，有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同样低档回 R 档也有这个问题，就有时候会只是在空档而没有切到这个 R 档。我在开这个车反复掉头的时候，
试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就我觉得如果它左右两边能做一个限位会好很多，中间这里是 P 档，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在手枕的前方这里呢有一个放手机的卡位，这卡位放手机放得非常稳了，但是它其实是没有手机无线充电的，连个慢充都没有哈。这里有一个钥匙的标志，就是钥匙给你放在这，其实更好是放手机啊。那你手机要充电的话，只能放在下面，用 USB 接口来接线来充手机。两个都是 USB 接口，其实我觉得现在新车应该做一个 USB， 做一个 Type C， 这样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那方向盘上面的按键都特别的简单啊，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那新的功能呢，基本上全部就放在这个车机里头了，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车机。这个系统呢，就是50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叫做0OS。你看它的界面还是有一些自己特点的，一小块一小块这样。这是蓝牙，这歌曲，这是导航，这个是天气卡，然后底下是常用的一些 APP， 还算比较方便啊。然后左边就是一列的更常用的快捷按键，比如说360，这台车360还是挺好用。它虽然没有说占满整个画面，但是它的5个摄像头，应该说4个摄像头，5个机位，还是非常一目了然哈。前后左右，然后中间这个呢，就是左右两边的车轮的视角，能够看到我们过窄路的时候，左右两边离那个窄路还有多远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的夜间的画质也比我预期的要更好，很暗的环境下，它依然是能够看得到一些障碍物的。这个车它不能用这样下拉或者这样横拉，它没有这种横拉和下拉的菜单，它就是在这里直接有一个调整的小界面啊，一些常用的功能啊、小里程啊、这些驾驶模式啊，在这里快捷去设定。然后这里是一个设定的菜单，这里头就包括车辆驾驶的各种的模式啊，经济加的运动模式，包括车辆的一些设置菜单、驾驶模式、能量回收、方向盘的快捷键的设定，还有转向的轻重，还有 ESP 开关等等这些，然后灯光其实主要功能还是在拨杆上控制的，这里都是一些深度设置的功能，还有门窗解锁，很简单啊。这车的界面其实非常简单啊，还有这个能量界面，能够看到你的充电速度啊等等。这里有一个强制保电，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下。就如果你的充电条件不太好的话，你希望这个车能更多的时间像一台电车的驾驶体验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强制保电，它默认是保在35%，你也可以保更多啊。比如说我在高速去目的地的过程中，我充满了电，我不想用这个电，我可以直接把 SOC 保到70%的。这是这个车为数不多的需要设置的新能源的功能。然后还有蓝牙网络、显示的调整、白天黑夜模式、声音的模式。这个车的音响呢，讲真，就算我们这台预售超过10万的版本，音响我也只能给它打个60分啊。有一说一啊，音响的音质就是普普通通，就这个价位能听的水平吧哈。然后语音啊，它是有一套很活泼的语音系统，有个小孩经常会跟你调皮的去对话，然后也可以连续语音啊，叫他开窗啊、开空调啊什么，你可以连续发送指令啊。总体上它的语音的识别准确性，我只会给它打个70分，但功能是挺强大的，各种操作的功能大概可以打到85分啊。下面这个呢稍微有意思一点啊，算是它 UI 的一个特色，就是分屏功能，你可以在左右两边自己去设定啊，左边听歌，右边导航啊，又或者是整体导航，就你可以把它一个大的屏幕分成几个功能模块，我们叫双线程嘛，就不要这么大屏幕每次只做一件事情啊。再往下就是空调界面啊，这些讲完了。其实这个车一目了然，比较简单而不简陋啊，各种的日常的功能语音啊，用起来还算是蛮好用的。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台哈，虽然是硬塑料啊，但是很大，放衣服啊什么还挺好的。好了，车厢前座讲完了。坐进来这个星光的后座啊，大家应该已经能感觉到了，这个空间是很宽广的啊。有些车它坐进来那个开扬感主要是来自于前面的那个大玻璃啊。这2年我们试那种轿车大玻璃轿车试太多了，但这台车我真的头往这一放，我感觉它这个头顶空间都是很宽裕的，因为车高有1.5米高嘛，所以整个里面的这个头部的空间还真的是相当好，没有压抑感，因为它这种造型也使得它中间这个车顶中间这个位置是最高的，隆起来的哈。当然很多人说，你 YP 你这个
小个子啊，市空间不算数啊，我也认。那我少说一点主观感受，我说一下客观的。这个车的轴距有2.8米，它又是个前驱的车子，所以它的空间利用率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地台也可以做得很平。前面现在是我的驾驶位置啊，我觉得如果你腿比我再长很多啊，你1.85米的人，我想座椅也就是往后退1拳多吧，退到这个位置，依然是有这么多的空间呢。你们说这个空间够不够呢？我觉得是很够哈。我在这里甚至可以翘2郎腿，这个是很过分的啊。当然，这个车你目测呢，这里很宽大，还有一个原因啊，就厂家都很喜欢使这种小技法，就是它的坐垫其实比较短的。这个车的坐垫算是比较短，没有做得很长，而且这个坐垫呢也不是很高很翘，所以连我这样的个子坐在这的时候，我正常这样端坐，我都觉得大腿这个地方是比较缺少承托的。如果它能再翘一点、再长一点啊，把我这样托，那我觉得更加对得起它的这个空间的表现。这是两旁的位置，头枕啊这些承托都还不错，靠背是不能调角度的，这就算了吧，我们不要现在凭什么车都说这个靠背可以调，甚至有的车是电调，我们就什么车不管372上来都去批评它靠背不能调。你要知道这个是个9万10万的3厢家用车，那回到10年前，那每一个100万级的啊，回到10几20年前嘛，每一个100万级的3厢轿车，它这个后座都不能调的，只是现在我们中国品牌把很多高级的这种配置下放了，但是在这台车上它还是维持这种常规的功能性，包括这个靠背可以这样放鞋，然后中间的位置其实既有惊喜也有不足啊。不足呢就是它少了一个手枕啊。我坐在这的时候，只坐4个人的时候，我想中间有个手枕，对不起，这个车没有。但惊喜呢是当我把屁股往这个中间一放的时候，哎，我发现中间的这一块啊，你看起来简陋，但是它其实很软。你看这边是硬一点的，但是中间这个特别软。哎，我的屁股一追下去，整个屁股往下有点塌，然后脚正好踩在这个有一点点高起来的地台，但是感觉跟两边的高度也差别不大。而这时候我就觉得，哎，虽然我被人挤到中间来了，但是我的屁股还是比较舒服了。这样短距离乘坐一下的感觉应该还是不错啊。长距离可能不行，长距离这个坐2个小时的屁股可能会痛。但是坐个20分钟的短途通勤，其实这个后座坐3个人感觉应该都不错。后面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这底下呢又是2个 USB 的插口啊，这些小功能细节没有什么特别要吐槽的。这个车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啊，就是它的前排靠背是可以放倒跟这里连起来的。来，我们来放一放，就是这样子调到这个模式呢，也可以坐过来啊，应该脱鞋的哈，脱了鞋就可以把脚这样放在这里躺一躺，睡个午觉什么的，看个片也可以，但只有你这边一个人舒服。我试一下这样能不能睡啊？不可以好吧，只能躺不能睡3厢家轿啊，尾箱实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车的尾门电控按钮，但是自动开也就这么大了，它没有电动的尾箱盖，还是手动的哈，还挺轻的啊。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下边缘还算比较低，然后它整个开口呢中规中矩吧，因为凡是这种尾巴不是很长的车啊，因为它是掀背造型嘛，这个尾部其实不是很长，它的开口都很难做到非常大。但已经算不错了，这个尾箱是够深的，相当的够深，两边也偷了很多的空间，不算很平整。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空间都算上的话呢，这个尾箱它的容积呢是540升的容积，在3厢轿车里头，这个算是一个很优秀的数字。再看底下哈，这个板的底下其实还另有乾坤，这里也挖了个很大的坑，这里也挖了坑，这个坑呢藏了原厂的补胎液，这个快速补胎液，没有备胎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原厂的应急的充电线，可以放不少的杂物的，还算是比较实用。然后前面的那个座椅靠背也可以4/6分割放平，不完全全平，但是也能够放一些很大件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啊，看这个车这里有个盖可以打开，这是什么呢？大家猜一下，来弹幕可以猜起来啊，3秒钟，3、2、1，0，打开。
小电瓶，算是有点配重的意思吧。搭电也比较方便，不用去开那个发动机舱盖。盖上这个尾箱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吐槽啊，就是你看看它后面的这个铰链的造型设计，它是一个很大的弯钩。当我把这个盖子往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弯钩会往下压，所以它这个位置凹下去，这个小的凹槽其实是不能放东西的。我拿这个车来装过东西，一些塑料袋子放在这的时候，一关门关不上，都会被它顶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呢，稍微有点影响空间啊，就是它实际的这个540在用起来的时候，这两边你都不能堆放东西，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开车了啊！开动之前呢，我对这个车有一个小吐槽，就是人体工学的设计。其实这部车呢，座椅的坐高啊、包裹性啊、踏板的位置，包括 A 柱的视野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开车前还要调方向盘嘛。我们调方向盘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点不太让我满意哈。就这台车虽然它方向盘已经是上下前后都可以调，但是当我把它调到最靠近我的位置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就其实我是希望坐得再厚一点，我脚会舒展一点，但这时候手离得还是有点远。就我要刻意的把座椅再稍微前移一点去迁就它。这个问题其实在50之前几款车上都有，包括宾果，我也是觉得方向盘太远。50宏光 mini 那个方向盘不能调的，但是也是离我太远。可能是50的整套人体工学的数据对我而言就是不那么合适。反正在这个星光上依然有这个问题。好，下面把车动起来啊！先来讲讲这台50星光它的动力总成，因为它是一台插混车，这个决定了它可以直接拿绿牌。现在的插混车都是这样的套路的啊，两个不同的版本，小电池那个9.5度电，力求降低成本，然后那个的纯电续航呢只有50公里啊，基本上你就把它当个油车开就算了，50公里纯电续航你还充什么电啊，是吧？然后我们今天开的这一台呢是它的进阶版。这个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150公里工况的数据，因为它的电池呢翻了整整1倍啊，20.5度电的一个电池包。那这台车实际开起来的能耗表现，我也是相当满意的。我就先说能耗啊，因为能耗是这台星光最大的卖点。他们厂家还直接公布了一个亏电油耗100公里3.98升啊，是那个50公里纯电续航那个版本的3.98升。那个太离谱了，讲真，他们好像做试驾活动的时候也请媒体去玩什么节油赛，也有媒体开出3点几的油耗，但是在我这里我不吃这一套的啊，因为节油赛这种东西，我觉得是10多年前的燃油车用来忽悠消费者的一种营销手段，因为节油赛都是关了空调，找最好的路况，开个时速40-50公里就不点油门，这样踩一段溜一段，这样开完全没有正常的实用价值，没有参考价值。那我觉得我们开车还是要按照正常的市区道路去试车去体验。而这台我手里现在这台进阶版开下来，它的能耗也依然是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车我在亏电的状态下，我开出来的油耗呢，大概是4.7、4.8的样子，不超过5，而且这已经是综合路况了，有一点点高速，有一点点市区道路，起步也是正常的起步，也不会说慢悠悠的在那里悠着走这样啊，这样开它的油耗也不超过5啊，我觉得已经很可以接受了。在高速上开快一点的话，这个油耗也就是5出头一点点。要知道这个是完全不充电的纯亏电状态下的油耗。然后它的电耗呢，给我的印象也相当好，就充了电之后啊，这个车它是可以你直接切换到 EV 模式，就是强制它用电来行驶。我充满电，我看到那个工况续航呢是显示将近150公里，而我开市区的道路温柔一点开，不是很激进的开呢，我基本上可以开到接近等比例啊！我们智能车研究所所长志豪他拿这个车去按他的标准工况去测过，他测出来呢是 CLTC 打93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续航达成率啊！就 WLTC 我开是比较接近 WLTC， 基本上就是1:1的下降，甚至有时候你开的温柔一点，它还可以多一点，就你开10公里，续航只掉了9公里都有出现。但因为它最后其实它是要保一点电的，它的电下降到23%左右，剩余显示20公里的续航的时候，
它就要发动机强制介入了，所以它不能把电完全榨干。这样我们去头去尾的话，这部车你温柔的开，它的纯电续航是可以开130公里，稍微激进一点开，我觉得开100公里也是轻松的。所以这台进阶版其实它的纯电续航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讲，其实是相当够用、相当好用的，能耗也确实不高。在能耗技术这一块，我觉得现在中国品牌真的是很争气哈，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就用纯电来行驶的时候的电耗已经可以跟特斯拉很接近的水平，因为特斯拉一向就公认电耗是做得很低，续航做得很有效率的。然后在不充电的时候用油的话呢，它又基本上看齐了像两田的那种以省油著称的油电混动车。就现在这部星光开起来4点多的亏电油耗，你也是可以放心踩放心开，怎么费油也费不到哪去的。有了这么好的能耗保障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认为是做得相当好的。表现在2个部分哈，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底盘。那先说动力，这台车它的整个插混呢，它用一个混动专用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能耗好是因为它的热效率做得很高，43%的热效率非常高，它是混动专用的，所以它不用考虑别的工况。然后它日常运转和切换进来的时候，那个动静也是非常细微的。这个就要说到50它的这套插混呢，它是一个电磁式的 DHT 就它的变速箱是用电磁来切换，而不是用传统那种液压来切换这个动力发动机跟电之间的驱动，所以它可以做到发动机介入电机的时候，那个转速差非常的精准，从而就使得你在纯电和用油之间切换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顿挫感。确实这个车在纯电和用油之间，你反反复复的看它切换，有时候你看到仪表上它有一个能量流，能看到它在切换，但是你真的感觉不到它会有突然踢你一脚啊，突然轻轻顿一下这种感觉，在这个车上是没有的。只不过它有一个露馅的情况，就是在低速发动机突然介入的时候，比如说这时候电量有点不够了，或者说你在用 HEV 就用它的混动模式，它的发动机有时候介入的时机也会有点古怪，就明明我是在低速行驶，但发动机也会突然介入，可能他认为自己要补点电了，所以只要在低速没有什么路噪声，没有什么环境噪音的情况下，发动机一介入那个动静就比较大，轰的一下，那是发动机本身的声音，不是说它接入的时候造成的顿挫感，基本上就是看齐了丰田本田的那种混动车的发动机介入的那种感觉。而两田的那个混动系统，它的 MH 控制放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了。讲完原理，讲讲实际的体验这个车它有130千瓦的电机作用在前轮，然后扭矩是320牛米，这个扭矩数字相当好的，就比很多自吸或者带涡轮的小排量的车提速的感觉都要好，也更加平顺，响应也非常好。这车它有经济模式、经济加模式、标准模式、运动模式，无论你用任何一个模式，甚至你用经济加模式，其实它的提速都是让人觉得很从容的，还是挺有劲的，开起来不是一个很肉的、很没劲的车。即便在亏电的状态下呢，它的发动机介入那个动力，其实通过整套电磁 DHT 输出到前轮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它有亏电的那种很吃力的感觉。总体上这个车无论是用电还是亏电，动力水平我都觉得是做得不错的，只是用发动机的时候稍微我刚才讲到那个噪音震动会更加明显一点。所以动力这一块呢，其实我会给它一个高分，不是说它动力有多么的威猛而是说以这样的动力参数来讲，它实际做出来的体验还是不错的。那下面我要讲到这个车另一个高分项甚至可以说相比动力来讲更加讨好我的一点，就是它的底盘。这车底盘呢，其实你看构造简简单单是吧？当然后轮已经用上了一个非轴力的悬挂，在这个价位呢，也算是对得起观众、对得起价格的。而这套底盘最讨好我的，其实是它的那种柔韧感、质感，尤其走烂路的时候，整个车身的安稳性、悬挂上下去化解震动的能力是做得相当好的。我开这台车的时候，我一开上手，我一走了一些破损路，我感觉这个底盘有惊喜哇，还不错哇。其实50最近好几个车底盘都有惊喜的，宾果的底盘也不错然后50宏光 mini 3-4万块钱的小车，它底盘也会有一些越级的惊喜。而这台星光同样是这种感觉，这个底盘它日常开的那种质感
基本上是比得上合资车可能16、17万的车，或者说就是现在有些16、17万的新能源车，底盘质感就跟这台星光的质感基本上是看齐的。它用9万、10万块钱做到了一些中国品牌竞品可能要15、16万的车才能做到的质感。而这台车更打动我的，其实是它走烂路的时候，它走那些很多坑洼的、很颠簸的路的时候，它的底盘不松散、不颠簸，没有很零碎的震动，整体的感觉是很结实的。包括我用高速再过一些大沟大坎大的桥头跳，大家知道我很喜欢试桥头跳，我拿这台星光去试我们那个桥头跳的时候，哇，那个尾巴的姿态控制也是游刃有余的，它有点抛起来，但是一下去那下还是很柔和，而且很快就拉住。总体上这个车它的乘坐的安稳感还有那种厚实感，我觉得是明显超越它这个价钱应该有的水平，可以给它一个很高的分数。而这一点呢，我特别的看重，并不是说我只把它当做一个加分项，而是我认为对于会选择50这个品牌的用户，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能在我们国内相对来讲是2线或者2、3线的城市或者一些村镇在这些环境下，其实路况是比较复杂的。云贵川那种地方过去1年我去过好多次，我发现在那些比较失修的道路上，或者经常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些村道乡道的那种用户，对他们来讲，一个好的底盘，一个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变化路面的底盘，还是非常有用的，非常能够让他们喜爱这个车，不会说觉得自己买了一个很差的、很廉价的车。而这台50星光它的底盘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要夸夸这个车，它的底盘表现出来那种宽容性，就是整个带宽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词汇。什么叫带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把一个底盘往舒适去做，它的操控就会变差，是吧？往操控去做，它的舒适也会变差。但是这台50星光它的带宽是比较宽的，它的舒适性做得很不错的同时，它的操控也没有让我失望。我找几个弯稍微小过了一下，我发现这个轮胎的抓地力还很不错，转向在激烈过弯的时候的指向性也没有忽轻忽重。虽然这个转向也谈不上很有质感讲真，这个10万8万的车，你想要转向有多厉害，有多有质感，那也有点奢望。但是这个转向呢，它有3级的轻重可调，无论你调哪一级都算是比较舒服的，也没有过轻，也没有过重。然后在快一点过弯的时候呢，它的那种手感对车身的控制还是不错的。然后这台车它在高速的时候，你做一些比较快的、比较激烈的变向动作的时候，它的侧倾的抑制也是做得不错。快一点的弯，往左倾，往右倾，再往左变个道，再掰回来。就它在侧倾的时候，它摆动起来的时候，它那个阻尼是比较有韧性的，这一点还是让我比较喜出望外。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这个车它有什么超级舒服的感觉，有什么高级感谈不上，我也不是说这个车可以拿去激烈驾驶，但是这台车就是它调教出了一个很好的带宽，包括不同的路况的带宽和不同驾驶风格的带宽，它都做得很好。这个我觉得对于买一个10万元家用车的用户来讲是非常友好的。包括这个底盘的噪音隔绝它也谈不上高级，但是它在各种的路况下，包括一些很颠簸的路况、很粗糙的路况下，它的噪音也就是比正常稍微大一些那个噪音也是比较低沉的，也不是很刺耳的。我讲的这个带宽呢，甚至可以延续到这个车的后排，就是这台车前排跟后排的乘坐品质都没有很大的落差。我也在后座坐了相当多的路况，相当长的距离当然后座比前座是要颠一点，噪音是要大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没有说颠到把人颠起来很难受、很廉价的那种感觉。这真的是一个挺称职的家用车。也说一下这个车的刹车，它的能量回收呢是有3级可调，无论你用哪一级它都是在你松开刹车踏板之后，会稍等个起码有1秒钟，那个拖拽力才会出现的。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设置，就你习惯了这种能量回收呢，你不太容易搞混这个踏板，因为你需要减速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脚放到这个刹车踏板上，才能够很快的减下速来。
而这台车的刹车踏板呢，我要吐槽一下，它的前半段的行程是非常虚的，就踩下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有一丁点感觉，基本上你要踩到一半以下才会感觉到刹车力开始来。其实刹车力还是挺足的，全力刹车啊 ABS 介入这些都没有问题，轮胎的刹车距离也都不错，但是它就是踏板的前半段调得很虚，就我经常蹬，你看我先蹬一下这个踏板，这车是没反应的，前半段这个踏板就是没反应，所以你有可能在市区频繁的走停，频繁踩这个刹车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刹车的反应好像没你想象的来得那么快。那我要表扬一下这个轮胎啊，就虽然我过去对玲珑轮胎这个牌子讲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回事的这条轮胎，无论是抓地力还是静音的表现，我觉得都还不错，真的放在这个价位上算是有挺出彩的表现了。因为如果轮胎不行的话，就算你底盘调得再好，你的轮胎都会成为一个崩塌式的短板。而这条轮胎呢，就结合我试这么多车这么多轮胎的经验啊，就它在路面上滚动的时候那种质感，我可以说这是一个还挺全面的轮胎。最后再来讲2点是关于这个车的高速性能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高速上常用的，现在说到的辅助驾驶功能。这台星光啊，即便来到这个高配的版本，辅助驾驶呢基本上为0，只有一个定速巡航，还不是 ACC， 就是定速巡航。打开之后前面有车，你要自己取消这个巡航的啊，记住了，这不是 ACC 哈啊，可以说就是为成本做的低头啦，因为它已经做了4个摄像头给它的360全景，低速的时候已经有360可用了，在高速的时候呢就没有布更多的那种自驾的摄像头了，为了控制成本，这个算是这台车在高速体验上一个落差吧。我们最近还是开好车啊，开智能化的车开得太多了啊，很明显星光这个车呢就没有在智能方面去往前走一步啊，没有去改变这个级别的用户体验。那第2点呢也是非常关乎用户体验的，但是绝大多数的用户是不会发现的。我也是在看这个车的规格表的时候，我才发现，哎，竟然是这样。好，我要试一试啊，那就是这台车它的极速，在官网上它标的极速只有145公里。我们知道，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国内卖的轿车啊，正常一点的排量在 1.0 可能 1.3 升以上的排量的车，这样的轿车基本上极速都能跑160、170吧，是吧？有些跑180吧，有些冲200去吧，最差的也能跑160吧。但是这台星光，它的极速确实就只能跑145公里。我在封闭的路况下实跑过，表速踩到150，它就像有一个限速一样就上不去了。实际上这时候的 GPS 车速应该就是145公里。145公里，你说在国内的路况够不够用？当然是够用的，因为我们的高速限速就是120，是吧？然后现在在高速限速上，它会有一点点的松动余量，就有时候你超车稍微快几%，它不会拍照。那基本上我们算过，就是时速144以内，它是不会拍照。也就是说，这台星光，你在一个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你使劲踩油门到底，踩到极速，它也不会造成你被扣分。当然这个我们不主张哈，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优点。我认为它的极速只有145公里，确实从3电的性能来讲呢，是一个省成本的举动。我不知道日后50会不会在这个车的动力系统又做一个 OTA， 又去解放一点极速，但这个可能对于用户来讲意义不大，因为你145理论上已经是违法的了，你再解到160、180，那又如何？那还是违法啊！那这也引证出我们国内现在的汽车业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全世界都是，就是车辆的性能是足以让你违法的啊。那你只要是遵纪守法，你就用不到这个车辆的性能。但是性能还是要有冗余的嘛，是吧？任何东西都是有冗余才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这就是极速的部分，大家要关注一下。实际上这个车一直踩住油门加速，加到150，加到表速150，整个过程都还是挺有劲的，不是说要悠很久才能悠到150的那种所以这个就是这台50星光整体的驾驶感受了，非常的实在非常的为我们日常用户着想，能耗低，
好开、好上手，舒适性不错，驾控的部分其实也真的以这个价位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试完这台50星光之后，我想它的优点、它的价值点呢是显而易见的哈，几条。第一就是它的大尺寸带来的那种面子感，还有大尺寸带来的内部的宽敞的空间啊。第二点呢，就是这台车它的动力系统确实做到了能耗很低啊，用电的时候比较靠谱的续航，用油的时候呢，也确实这个油耗是压榨的很不错的。那第三点，表面没有那么容易看出来的，我们试出来的就是它的底盘整体的驾驶感受。在这个级别应该说是第一阵营的，这个底盘确实是调得相当的不错。这是这部车主要卖的比较基础的部分，空间、能耗和驾乘感受。至于传统10万块钱的车喜欢卷的什么配置啊、花哨的车机啊等等，反倒在这个车上是非常平淡的，人有我有，平平淡淡。你看连个天窗都没有，谈什么卷配置是吧？包括气囊，其实它也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政策气囊而已。然后车机呢，我觉得用起来也没有什么惊艳的感受，只能说是可用。那这个就是50对于这个市场它的一种判断，它还是清楚这个市场的用户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是吧？把车做大一点，铁用多一点啊，大家会觉得这个钱是花得值的。坐在里面的时候，车身宽敞，然后走过烂路的时候，全家人都感觉到这台车坐起来是比较舒适的，不是很颠，不是很廉价的，这台车就做到了。其实在这个价位呢，我们要说竞争的话也是非常激烈啊。最大的那座大山就是比亚迪的秦 Plus DM-i， 但那台车其实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它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不断下探的价格，它最新的价格已经卷到8万多，89800啊！像这台50，它一上来，它这个高配的100多公里续航版本是109800，它5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跟比亚迪那个对着干的，它也要去到93800，也没有卷到比亚迪那个8万多，是吧？你要卷价格没那么容易的，比亚迪它是垂直整合，而且它的供应链是非常强大的。而50呢，它传统造几万块钱的车，现在上到10万块钱的车，它这个供应链是全新的，或者说是一些更高级的供应链。对他们而言，在你产品没有彻底上量之前，你要供应链做到非常好的成本竞争力也不那么容易，也需要时间。那我觉得这台星光跟秦 Plus DM-i 两个车一放一起的话，整个调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秦呢买的就是一个传统一点、稳妥一点的选择，但是那个车型确实有点老旧了。而这台星光呢，你看它这个造型是吧？看它这个样子，就代表了很新潮的东西。那其实这部车更门当户对的对手是最近还有一台车，是长安起源的 A05，那台车也是很大的，也比秦 Plus 要大。但没有这台星光那么大，那个车也是用了一个最新的插混系统，技术的亮点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也是长安大厂出手。所以最近呢，我也会安排去给大家详尽的做一做那台起源 A05，然后来告诉大家10万出头的家用3厢轿车到底哪个车最值得买。希望大家看我们这个号，关注我们这个号，大爱车 VIP， 可以一站式的解答你选车的困惑。虽然我们的视频很长，但是你真的花上这几十分钟看一个视频就够了，其实是帮你省时间，帮你省决策的困难啊！希望我们做得到啊！喜欢的话呢，给我们这份努力点一个1键3连，然后新朋友记得看之余还要点关注，老朋友可以把我们的号推荐给你们身边要买车的朋友们。这期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拜拜。